好看这人开的房间啊，黄金国王1v1没有高手的吗？我们进来玩一下。一进来呢，他就打字问我：“你会玩吗？会玩吗？”然后我就说我会玩啊。如果我说不会玩呢，他就把我踢了；我说我会玩呢，他就开始了啊。这个黄金国王1v1呢，估计你们也有一点印象对吧？我之前跟他玩过，之前呢他好像叫什么玉麒麟啊，叫什么河北玉麒麟还是成都玉麒麟啊？反正我之前跟他玩呢，我用苏军，反正一上来哐哐哐，1-2分钟就解决了他啊。然后我们又撞见了，他不知道是我，因为我用的是粉丝的号。然后这一盘呢，我们就选了一个盟军跟他玩了。他非常嚣张，他说黄金国没有高手的吗？而且一进来就打字，你不会玩不要来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就看看最近几个月没见了，看看他有没有进步啊。他选的苏军，我们选了一个小盟军了。然后我们这个狗呢走过来探探路，他就打字了。他看到我的狗没咬赢，他就打字了。他说你会玩，你会个毛线？他说你飞个毛线，这打的还没有开始就咬死了我1-2条狗，他就开始嘲讽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很过分对吧？他说你飞完，你飞个毛线！既然这么说的话，那么我生气了，我准备不整死他，我准备给他吃一个闪电风暴啊！这个对手比较嚣张的话，我就喜欢造闪电核弹。然后我们这个6人拐过来，把这个油田一站，他也装了一个6人了。你看他2个防空车，装2个6人，直接过来占我的油田，然后又把那个油田一站，他占了2个油田，对吧？你看到没有？占了2个油田没事啊。我那个油田呢，我是占的第一次，他是占的第2次。白色油田才会返钱呢，我占了以后他再占就不会返钱。然后呢，他出了2个防空车，坦克就比较少啊，因为他一上来招了2个防空，坦克没我多，他就用地堡防守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没他家的视野呢，赶快用伞兵投到他家拿下视野，然后再出一个防空车，准备把这个油田拿过来啊。你看他只有2个坦克，我有4个，我直接过来点你的坦克，因为你造了2个防空啊。然后把牛车呢飞到后面去，他打我牛飞到后面采矿，再把这个油田呢物归原主，然后伞兵投到他家打他后方，他这个伞兵呢投到前方啊，保护这个油田。这个下面的油田呢很关键，一旦打到后期啊，你没有这个油田呢，你就不能在这里放矿场，等下到后期你就没有矿了啊。然后我们坦克直接点杀他的犀牛坦克，就不要打这个兵了。小飞熊呢比较脆，你去打那个兵呢，打那个地堡啊有一点伤啊。然后我们呢就准备出一个牛，因为我要造闪电核弹呢，我们准备出一个牛。我现在坦克比他多，他只有4-5个坦克啊。然后我们就点他的地堡，让他花钱造地堡，因为一个地堡呢也要500块对吧？让他多造几个啊。然后他4个坦克，我们点他的地堡不行。这个小飞熊啊比较脆，虽然我比他多2-3个，他一直在这里甩地堡的话还是比较伤的。然后呢，我就想呢，拐到下面来把他这个油田打掉啊，打掉这个油田呢，等一下他不能在这里放矿场。我一过来打这个油田呢，他就不防守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他直接拐到我家里去，要打我的基地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赶快回防。他5个坦克自杀性的袭击往我家里冲，明显的就是要去打我的基地啊。然后我们赶快退回去，追死2个，就剩3个坦克了，就剩3-4个坦克能打我基地啊。然后我们修下基地啊，修下基地，修下地堡，你打我基地，我来一个6人，他想压6人，抢修一下，3天睡不着。然后呢，再把他的犀牛坦克一整，你看，你这一波呢冲进来，坦克全部送光了。而且这个时候呢，我牛车肯定比他多，我现在有6个牛，我补了牛车啊，而且呢，我提前发展了下面的矿区，他没有发展的下面的矿区啊，他的经济呢没我好啊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他打我基地没打爆，我就嘲讽一下他，我说你不是说我飞个毛线？然后我就说你也不怎么会玩呢，你好像也不会呀。我这样一打字呢，我估计他很生气的，对吧？他很生气的要冲过来。冲过来了，我们直接点杀你的坦克。他在我家里投了一波伞兵，我们在家里呢出一点狗就行了。把你坦克全部打走。打走以后呢，我们准备出高科技了。出高科技呢，造闪电风暴。他说你飞个毛线？我说你也不飞呀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出个闪电风暴炸他。我觉得呢非常享受，对吧？我们就快进一下啊，然后直接闪电风暴一照，他就打字。
他说再来再来，这一盘呢不算，我轻敌了，对吧？他说他轻敌了，你不要跑，小子！你看他的口气，我都觉得他很生气哦。他看我招了一个闪电风暴，他说这一把轻敌的不算，你别跑，小伙子，你别跑。那么第二盘呢，听说他认真了，那么我们也认真跟他玩一下啊，我们就选那个蜀军，然后他就打字。你不是用韩国吗？你下把用韩国呀，你不要用蜀军呢。他叫我用韩国，那我们下一把用啊。既然你认真了，我就用蜀军，用蜀军对付一下你，对吧？然后用狗呢，咬死他的狗，咬死2条，咬死2条狗以后呢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油田一占，把飞机场一占，这边拐过来看看能不能逮到一个路人，你看。逮到一个路人，咬死他，咬死他。这里还有一个路人，然后我们狗过来啊，狗过来咬不到，他甩了地堡，但是没事，我已经把他的油田守住了，我下面停了狗，我自己的油田呢，我能占得到，他占不到。然后呢，我们造2个蜘蛛啊，他想装车过去没用，我2个蜘蛛提前守住这个地方，你看油田占不到，基本上输一半。我非常穷，对吧？他更穷，他比我还要穷啊！我因为我占到了一个油田，你看他这个防空车过不来，然后他想过来吸引我，他这里面没有装路人啊，那个装的路人，他想吸引我，结果呢，你看直接传染到另外一个，他受不了了，对吧？他说重来。哎呀，你不是认真的吗？怎么你一认真2分钟就没了？好像2分钟都不到，我用蜀军。那么第3盘呢，他叫我用韩国，不要用蜀军。那么我们就用韩国再跟他玩一盘啊。这一盘呢，我们就直接造飞机了。第一盘呢，我是出了重工，造闪电风暴啊。第3盘呢，我们就准备造飞机，用飞机加飞行兵搞他。然后这一盘呢，他就狗操作赢了，你看他的狗提前守住了我的油田，不让我占油田，对吧？我们飞行兵过来，你看他又装了2个路人，想占下面的油田，飞机炸一下，炸一下把他防空炸掉。然后呢，我非常卡钱了，因为我占这个油田呢没占到。你看这个狗在追我，对吧？赶快把路人派下去。然后呢，我们飞行兵打电厂，这个时候呢，我比较卡钱，他一样的。他也是比较卡钱，防空炮出不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先把他电厂打掉，飞机呢拐过去，再去炸他的防空，他再出防空炮啊！你看防空炮一出来，飞行兵赶快走，然后这边呢，飞机把他的防空车炸下来以后呢，现在他非常卡钱，你看非常卡钱，出了一个防空车，我们赶快用飞机炸他的防空。他想装路人，继续偷我的油田，我们直接把他防空炸掉，然后继续打电厂。这个时候呢，他想再造个防空炮，估计比较卡钱了，你看，估计比较卡钱，对吧？然后飞机过来守住你的重工，等你的防空车出来，我就把你炸掉。你看他非常卡钱，然后他在我家里投了一波伞兵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千万不要飞行兵回去守那个伞兵，守那个伞兵的话，我就没有优势了。因为你卡钱了呀，就趁你卡钱的时间，我们伞兵呢让你打我家，你伞兵让你打2下不伤，我只要把你重工打掉就行了。你看他重工被我飞行兵整掉了，因为当时他伞兵投的我家，我们造狗已经来不及了，所以说飞行兵不能回家，飞行兵呢就打掉他的重工，因为他没有电。你伞兵偷袭了我一个电厂一个兵营没什么用，我的飞行兵呢打掉了你2个电厂1个重工，他比我更伤，因为我现在有4个牛，他只有1个牛，重工都没有，重新补个重工，然后我们飞机再拐过来炸一下电厂。把他电厂一炸，他还说小伙子你别跑，我又打你电厂，他又得造防空炮啊。然后他的伞兵投到我的飞机场上面，我们甩一个地堡，他坦克来了，他就1个坦克呢，我们直接用飞机炸死坦克。然后你伞兵过来，我们甩2个地堡，飞行兵过来防守一下，他打我飞机呢，我们就把飞机悬停，悬停在电厂上面，这样他就没钱了，对吧？他只有1个牛，然后我们的伞兵再投到他家打他的矿场，把他矿场打掉，就会升1个3星大兵，然后飞行兵再过来打电厂，他出个防空炮又没有电，然后拐到下面打重工，你看他又打字了。他说再来，我不服，这一把不算。那么他强烈要求我们再来，我们就跟他再玩一盘了。你看这个人呢很嚣张，对吧？第一盘呢说你飞个毛线，然后他又不服，叫我不要跑。第3盘呢，这是第4盘啊，我们再跟他玩一盘，然后他又想占油田，飞机一炸，
飞机炸了以后呢，我们飞行兵又是过来打电场，一打电场呢，他要造防空炮，因为这个时候呢会比较卡钱了，防空炮一出呢非常卡钱。你看我呢，我虽然经济呢只有几百块啊，因为我是吃的彩色矿，我第一个矿场呢是吃的彩色矿的，他第一个矿场是吃的黄金矿的，所以说他非常卡钱，非常卡钱。你看我又来打重工，他连修的钱都没有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个时间呢我都计算的刚刚好啊，他防空炮出来，他的重工就正好没了，因为呢他第一个矿场没有等啊，因为按道理来说第一个矿场要等一下，等那个6人占了飞机场才能放矿场啊，不然的话他就第一车矿吃不到彩色矿，就吃黄金矿，吃黄金矿他就卡钱。然后我们又是3个矿场开局啊，因为我们造了飞机加飞行兵，不能着急出重工，一定要先造2-3个矿场，2-3个矿场呢，我经济就比他好了，我3个牛，他又是1个牛，又爆了重工，我感觉又没得玩了，你看，然后把牛车飞到这边来，对吧？他现在又没得玩了，你看他也造2个矿场啊，没有重工。然后呢，我们就造重工啊，我们造重工呢，先造一个头，先造个头，把下面的油田拿过来啊，因为他把我的油田偷走了。你前面偷我的油田没什么用，我只要飞行兵呢能打掉他的重工，基本上他就输了。这个地图一旦被搞掉重工，重新造个重工，他就基本上起不来了。然后他造地堡呢，保护这个油田，他知道我要占这个油田呢。然后我们飞机直接拐过来，对吧？哎，飞机一炸，把地堡一炸，炸掉地堡，然后把这个油田物归原主。他又造了一个地堡，我们就用飞行兵打他的地堡，然后就可以把矿场甩在这里。我们又是提前开发2片矿啊，所以说这个地图呢，一旦被我偷袭了重工啊，你的伞兵投到我家，我不管你的伞兵，我只要把你重工，趁他卡钱的那一段时间，把他重工一打，他就永远发展不赢，永远起不来，对吧？我现在4个牛，你只有2个牛，你怎么跟我玩？然后我们飞机呢继续炸他的坦克，哎，把他坦克一炸，我都已经开发了2片矿。然后他的大兵过来，我们直接用狗来咬他的大兵。然后他现在出坦克非常卡钱了，我们在这里再摆一个矿场，现在我们有5个牛了。然后他的伞兵投到我家来，我们就在家里出一点狗啊，提前造一点狗。等一下他第2波伞兵会投到我们家，然后我们的飞机又拐过来，对吧？拐过来准备炸他的坦克，出一个坦克炸掉他，然后补个电场啊，先把坦克停到下面来。准备了打他的牛车，他想在这里放矿场，你看他造矿场的钱都没有，他现在非常穷，他现在只有2个牛，想造第3个矿场他都没有钱。你看他还叫我不要跑，然后我们就干脆直接把他带走了，他守不住了，我坦克已经领先太多，经济太好了，然后直接点杀他坦克，压掉他的兵，继续往前面冲，再点坦克。你看他还说没有高手的吗？你看就这。哎呀，打完游戏就想睡一觉，赶快掏出我的神奇小鹿双面枕头护颈枕，这枕头是真的好睡。上次推荐给肉人朋友，收获了很多好评，晚上睡得香香的，白天肩膀也不沉，每天都雄姿英发，而且才188就能拿下400-500高等枕的睡感肉人们，不会还在睡又扁又塌的棉花枕吧？睡过小鹿后，以前那些托不住脖子的枕头都被我拿来垫脚了。它不仅有丝滑的大枕面，还有高低2个舌枕，稳稳垫住脖子，一边的凸点能按摩到穴位。像我玩游戏累了就睡正面，睡觉的时候就好像一双玉手在按摩，疲惫就这么睡走了，平时睡平滑面就够了。它的 2.0 太空记忆免费弹力也很强，怎么躺都能把脑袋拖到最舒服的高度，晚上睡一觉一天的压力就这么吸没了。枕面分区还科学正躺拖的颈椎，像我晚上爱侧躺玩手机都不压电棒。兄弟要是想换个好睡的枕头，不如试试小鹿1年30W 加销量的口碑，完全可以。喜欢的话趁着现在优惠力度大，评论区领大额券保价还送运费险，2年内质量问题免费换新，自己睡送人都不错。